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一个惊人的数字正在悄然改变着这个国家的面貌：9073。这不是什么神秘的密码，而是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养老模式构成。根据中国健康老龄化发展蓝皮书的数据，约 90% 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， 7% 依托社区支持养老，仅有 3% 在养老机构度过晚年。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，将近 90% 的老年人被困在家中，依靠着微薄的退休金或子女的照料勉强度日。这是一幅怎样的景象？李大爷今年78岁，住在北京郊区的一间小屋里。他的儿子常年在外打工，一年难得回来一次。我有时候一连几天都说不上话。李大爷苦笑着说，要不是隔壁王奶奶偶尔来串门，我都要忘了怎么说话了。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比比皆是。随着3亿老人社会的到来，重度老龄化不断加深，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如果说9073模式是中国养老困境的表象，那么养老金体系的危机则是这座大厦摇摇欲坠的根源。中国的养老金体系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今天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，实际上是用来支付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代际互助系统，但实际上它正面临着崩溃的边缘。根据社科院的预测，从2028年开始，中国的养老金将会入不敷出。当年的缺口预计将达到1181.3亿元，而到2050年，这个数字将惊人地扩大到11.28万亿元。这相当于整个广东省2022年的 GDP 总和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养老金的累计存余也在迅速消耗。预计到2027年，累计存余将达到峰值 6.99 万亿元，但随后将急剧下降，可能在2035年就消耗殆尽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想象一下，当今天20多岁的年轻人到60岁退休时，可能会发现他们苦心积累的养老金已经荡然无存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政府采取了2种主要的应对措施：增加缴费基数和延迟退休年龄。但这些措施无疑是在用老百姓的膝盖来填补制度的裂缝。以北京为例，灵活就业者每月最低缴费已经达到惊人的1364.2元，而在上海，这个数字更是高达1476.8元。对于那些收入不稳定的打工者来说，这无异于雪上加霜。而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更是引起了广泛的争议。预计到2029年，这一政策将全面实施。这意味着许多已经筋疲力尽的中年人还要再坚持几年才能退休。在这场关乎民生的战争中，企业和个人都在艰难地寻找平衡。京沪两地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断上涨，北京的涨幅高达 7.8%， 而上海虽然只有 1% 的涨幅，但考虑到之前连续3年超过 9% 的涨幅，这个数字依然令人心惊。更令人担忧的是企业的缴纳情况。根据调查，只有 28.9% 的企业社保基数完全合规，而有 23.1% 的企业选择按最低下限缴纳， 24.9% 的企业仅按固定工资部分缴纳。这意味着大多数企业都在想方设法降低社保支出，而这最终会影响到员工的养老金权益。养老金替代率是衡量退休人员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。然而，这个数字在过去15年里持续下滑，从 50% 降到了目前的 40% 左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假设一个人退休前月工资是1万元，15年前他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到5000元的养老金，而现在只能领到4000元。考虑到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上涨，这个下降无疑会严重影响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。赵阿姨今年刚退休，
他说：“我工作了一辈子，盼着退休后能过上好日子，可现在养老金才有工资的一半不到，还要负担医疗费用，生活真是捉襟见肘啊！”在中国养老危机的阴影下，还潜伏着一个更为庞大的威胁——地方政府债务。这座冰山不仅危及地方财政，更直接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养老保障。据最新统计，2024年前7个月，中国地方政府已发行债券约4.2亿元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已接近100万亿元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它相当于中国2023年 GDP 的近80%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按3%到4%的利率计算，仅利息支出每年就需要3万亿元，这几乎相当于2023年中国国防预算的2倍。而这仅仅是利息，本金还遥遥无期。李教授，一位长期关注中国财政问题的经济学者表示，地方政府现在就像一个深陷泥潭的人，每挣扎一下就陷得更深。他们发债不是为了发展经济，而是为了偿还旧债。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填满的黑洞。面对如此庞大的债务，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似乎只有一个：继续发债。专家预测，2024年8月、9月、10月将是地方债发行的高峰期，预计发行规模将达到惊人的2万亿元左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地方政府正在用新的债务来偿还旧的债务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新增债务将进一步挤压用于民生，尤其是养老方面的资金。张大爷，一个居住在中西部某省会城市的退休工人说：“我们这里的养老院都快垮了，街道也坑坑洼洼的。政府说没钱修，可是我听说他们又借了很多钱，这钱都去哪了？”更令人心痛的是，这些来之不易的资金并没有真正用在刀刃上。根据公开数据，新增债券中仅有34%的资金投向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，20%投向交通基础设施，而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棚户区改造等项目，只分到了可怜的9%左右。在某些地方，政府大楼金碧辉煌，而老年人却生活在摇摇欲坠的危房中。王奶奶，一位住在棚户区的80岁老人说：“我们这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。政府说要改造，可是年年说，年年没动静。我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。”那么，是谁在支撑这个庞大的债务体系？答案令人心惊，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和6大国有银行。这些企业和银行被迫购买大量地方债，美其名曰爱国债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有银行中层管理人员透露：“我们也知道这些债券可能会变成坏账，但我们别无选择。”这是一个体制内的肉烂在锅里的逻辑。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这些企业和银行的利益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本可以将这些资金用于更有生产力的投资，为未来的养老金积累创造更多财富。养老危机和地方债务危机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死循环。地方政府为了填补债务窟窿，不得不挪用本应用于改善民生的资金，而养老金的缺口又迫使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和个人的征收力度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活力。周教授，一位社会学专家指出，这是一个典型的丧失的20年症候群。就像日本在90年代经历的那样，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，中国可能面临更长期的经济停滞和社会问题。站在2024年的今天，中国的养老体系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的醉汉，摇摇晃晃，随时可能坠落。从9073的困局到近100万亿的地方债务，从不断下滑的养老金替代率到不断上涨的缴费基数，每一个数字都在诉说着一个令人心惊的故事。李大爷、王奶奶、张阿姨，他们只是
众多在这个系统中挣扎的普通老年人中的一员。而更多的年轻人正在为一个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养老梦而辛勤工作。